另外，我还要你离开星辰岛，去雾海当中漂泊，10万年内不得回来。什么？凭什么要我去星辰岛外漂泊？这不公平！就凭我身上的宝物价值超过10亿神晶，你要是手里的宝物也有过10亿神晶的价值，那便不用离开星辰岛。好，我答应。3天后，不用3天，2天之内，我所修炼的那门秘术，我便可以达到更高层次。到时，我的实力便会暴涨。星辰岛的众多天王里边，除了闯过第2层的那个怪物，谁还会是我的对手？至于这血风，刚来星辰岛不过2年而已，也想跟我斗，不自量力。灵音岛主，我与这血风赌约已定，还望灵音岛主替我2人见证。可以。3天后，你2人便根据约战的内容进行1对1赌战。血风，刚刚多谢了。不用客气。再说了，你现在只是暂时安全而已，可3天后，我要是败给那天权，我可就护不了你了。你不会败的。对了，这几年你在雾海当中是怎么过来的？有没有看到酒醉啊？生死有命，富贵在天，酒醉能不能活下来，也只能看他自己了。接下来，你便在星辰岛上暂时住下来。这里虽然是一座监狱，但最起码性命还是不会受到什么威胁的。哎，雪峰，听说你跟那天权在3天后会有一场赌战，而且赌注非常大。对啊，怎么了？哎呀，你被那天权给算计了。算计？此话怎讲？雪峰，你刚来星辰岛没多久还不知道，星辰岛的12天王个个实力不俗，这天权在12天王当中都是排在第6的。而且据我所知，这天权这些年一直在钻研他那门秘术，且应当就在这段时间内会有较大突破了。一旦突破了，他的实力便会暴涨。到时候12天王当中，除了闯过第2层黑塔的那位之外，估计没人可以战胜他。而他现在把跟你的赌约定在了3天后，那就是说这3天内他的那门秘术就会突破了。原来是这样啊！怎么着？你莫非一点也不着急啊？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有什么好焦急？好吧，既然你有心理准备就好，我就只能祝你3天之后好运了。果然跟我预料的一样，那天权对我定下3天后赌战，分明就是想算计我们。可惜了，他注定要偷鸡不成蚀把米。他那重秘术取得突破以后，实力便会大涨，但暴涨的实力却不足以令他闯过黑塔这第2层考验。可是我不同，我剑心突破达到第5层次，且凝聚第1道太阴神雷后，整体实力提升太多了，闯过第2层考验的几率都极大。论实力，我比那天权只会更强。原本打算今天便去那黑塔尝试去闯第2层，可现在既然有那场赌战，以防那天权使用什么手段，我还是等到3天后，等那场赌战即将开始前再去闯黑塔吧。这天权很早之前便已经闯过了黑塔第1层考验，后来也得到一门最强秘术。星辰岛的最强秘术虽然无比深奥，可是天权钻研了这么多年，对这门秘术的造诣肯定极高的，实力肯定更强。嘿嘿，我听说你这天权之前有一段时间一直在闭关，似乎在那门秘术上遇到了瓶颈。现在过去这么久，也不知道他那层瓶颈突破了没有？应当已经突破了吧？有人说，这天权之所以会将约战的时间定在3天后，就是因为他这几天才突破那层境界的。是这样，那岂不是那血风完全就是被他算计了？血风，一个刚来星辰岛不知道天高地厚的蠢货罢了。等着吧，待会儿我就会让你知道这星辰岛内的水到底有多深。
高阶血天魔，就让我瞧瞧你真正的实力吧。不愧是星辰岛上最强的秘术之一，这太阴神雷，我才刚刚凝聚出一道来，可结果仗着这太阴神雷，我的整体实力依旧提升了一大截。虽然跟高阶天魔比起来还略微差上一些，但最起码也能够正面抗衡。哼，光靠我的剑术也只能勉强跟他抗衡一二，想要击败他根本不可能，只能靠9天剑阵。杀！我占上风，去杀！闯过去了。不管怎么说，先去第3层试试。怎么回事？都这么久了，那薛峰怎么还不来啊？我们都已经等他大半天了，他还不出现，这是什么道理？难道是自知不是天玄大人的对手，所以避而不战？哼，这薛峰刚来星辰岛不过2年罢了，如何能够跟天玄大人相比？依我看，他肯定是吓得不敢来了。不会避战的，这星辰岛上死不了人，而且这赌战是由灵阴岛主亲自见证的。就算他避战，灵阴岛主也会判定他输，从而将他那价值10亿神晶的宝物交给天权大人，所以这一战避战并没有丝毫的意义。天权，那薛峰现在正在黑塔当中接受考验，暂时还未出来，所以你在这儿再稍等一会儿吧。在黑塔之内。另外告诉你们一个消息，就在刚刚，薛峰已经闯过了黑塔的第2层考验。怎么可能？不可思议，简直不可思议啊！这才多久啊？短短2年，他竟然就闯过了黑塔第2层。黑塔第2层可比第1层要难上数十倍呀！星辰岛的那些天王，除了最强的那个怪物之外，其他人在第1层停留了漫长的岁月，而且他们还修炼了一门最强秘术，可结果他们依旧没人能闯过第2层。可是这薛峰，怪物，一个不可思议的怪物！这天权惨喽！怎么可能？第2层，他竟然闯过了第2层，这不可能啊！完了！看来灵阴岛主已将我闯过第2层的消息公开了呀。薛峰、天权，既然你们2个都已经到场了，那今日的赌战便直接开始吧。混蛋！哼，闯过了第2层又如何？说不定是他运巧而已。对，就是运巧，他的实力未必就真强到哪儿去。我在那重秘术上取得突破，实力也取得了巨大进步，距离闯过第2层也差不了多少，未必就没法跟他一战，甚至击败他也不是不可能。这便是他修炼的那门最强秘术，没必要跟他浪费时间。去！竟然挡住了，不错。怎么会这样？哇！差距太大了。3剑，仅仅只是3次攻击，便直接碾压灭杀了天权，简直就是摧枯拉朽啊！如此实力，也难怪他可以闯第2层了。天权，你输了。天权，你听好了，按照赌约，你今天必须要离开星辰岛，去雾海当中去漂泊，10万年内不得回来。哦，哈哈哈哈，今天这里倒是挺热闹的嘛。子东，是子东，12天王当中公认的第1天王，怪物子东。子东竟然来了！
他不是一直在闭关的吗？他便是子东吗？你便是血风？是我。我这些年一直在闭关，对星辰岛上的事情也不曾关注。刚刚若非灵音岛主通知我，说你已经闯过了黑塔的第2层，恐怕我到现在都不知道，星辰岛上竟然来了你这样一号人物。哦，血风，星辰岛上的强者虽然有不少，但在之前能够闯过第2层黑塔的，只有我一个人。漫长岁月来，我一直在星辰岛的顶端，看似辉煌，可其中的滋味，你可曾明白？我明白。之前我没有对手，可现在却不同了。哼，我很兴奋。过了这么多年，在这星辰岛上，总算出现了一位能够闯过黑塔第2层的永恒境物。雪峰，跟我一战吧。挑战？子东挑战血风？哈哈，子东终于找到对手了吗？太久了，我已经很久没见到过子东出手了。上次他出手时，他还没能闯过第2层。子东跟血风两人都闯过了黑塔第2层的，这两人交手谁会赢啊？我也很想知道，星辰岛第1天王到底有多强。出手吧，希望你不要让我失望。我会尽全力的。哦，太阴神雷，哈哈哈哈，还真巧，我所修炼的刚好也是太阴神雷。你也是，就看看谁的更强啊！啊！雪峰，接我一枪！哈哈，你这剑阵的速度的确很快，威能也够强横。可惜，你对这剑阵的运用明显还不太熟练，操控起来太过笨重，一点也不灵活。这样的剑阵，对我而言一点用处都没有。就这么看，不够灵活。哈哈，都说了，你这剑阵对我一点用处都没有。来吧。我最大的依仗便是九天剑阵，如果这子东没法避开我九天剑阵的袭杀的话，或许我还可以跟他拼上一拼。可是结果，我的九天剑阵在他面前却是形同虚设，一点用处也没有。没有九天剑阵的帮助，他跟我一近身，我几乎没有太大的反抗余地。这一战，我败得不冤。他早就开辟出自己的道了，甚至还不止一条。他修炼了太阴神雷秘术，且已经修炼到第2层了，比我的太阴神雷要强大太多了。他的枪法更是异常强横。雪峰，你现在的实力还是略微弱上一些，连让我全力以赴都做不到。当然，你也只是现在实力不如我而已。至于今后，却难说了。我看得出，你的实力还有着无比巨大的提升空间。先便是你刚刚施展的那重剑阵，那剑阵你应当是刚掌握没多久，还能够提升。等你将这重剑阵掌握到一定火候，变得灵活起来之后，你就可以逼得我全力施展了。此外，你在剑道上也还有着一定的提升空间。还有那太阴神雷，你也仅仅只是刚刚凝聚出一道来而已，还弱小得很。我相信用不了多久，你的剑道、太阴神雷都有一定提升之后，你便能够真正跟我正面激战，乃至将我击败了。而若是给你充足的时间，我甚至相信，你可以将那黑塔的第3层考验闯过去。那些都是以后的事了，说不准。最起码我现在的实力不如你，不过我倒是相信用不了多久，我可以跟你正面一战的，甚至击败你。我倒是期待得很。那么从今天开始，你若是想找人切磋的话，随时可以来找我。
反正我在这星辰岛上待了那么久，一直无聊得很，能有你这样一个对手陪我，我求之不得。多谢。我期待你超越我的那一天。子东，难得看到你独自一人在这喝酒，怎么？那血风这段时间没有找你切磋了？哈哈。自从120年前他将我击败之后，就很少来找我了。上一次的切磋似乎还是在30年前。那血风真是个怪物。200多年前，你跟他的第一战，你可是近乎碾压性的击败了他。可谁曾想，短短不到100年的时间，他竟然将你击败了。才不到100年啊！对我们来说，100年时间根本算不得什么。可这100年，他实力却提升了好几个层次，真是不可思议。这血风的天赋的确出乎我们的想象。当初跟他第一次交手时，我看出他的实力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将来说不定真能超越我。可我没想到，他的进步速度会快成这样。对了，我听说那血风之前似乎也来挑战你们了，结果如何呀？还能如何？当然是被他击败了。也不知道他到底在想什么。从30年前开始，他便在星辰岛上疯狂挑战，不仅挑战我们这些天王，就连星辰岛上那些实力一般的永恒境，他都一一去挑战了。而且他挑战时也非常怪异，明明可以轻易击败我们，但他每一次却刻意压制自己实力。每次他都用他那个剑阵跟我们缠斗很久之后，才将我们击败。他是在用你们磨练他的剑阵啊。自从210年前我跟他道出他那剑阵的一些瑕疵之后，他便一直在研究他的剑阵。之前跟我切磋时，我分明察觉到他对剑阵的掌握大幅提升，他的剑阵比以前要灵活太多了。到了现在，他对剑阵的掌握估计已经到达极高的地步了。哼，我也看出来了，他跟我交手时，那剑阵的威能度都刻意压制了很多，但灵活性却提升太多了。对了，子东，你说这血风若是一直以这样的速度进步下去，那他岂不是真能闯过黑塔第3层考验？当然可以。如果说200多年前我只是认为他有可能闯过黑塔第3层考验的话，那么现在我可以肯定，他绝对能够闯过黑塔第3层，离开这星辰岛，而且还用不了太久。这么肯定？等着瞧就是了。到极致了，开始了。太阴神雷第2层次，这门太阴神雷秘术强横无比，也幸好有这太阴雷宫当中的雷海辅助修炼，否则我想要达到第2层次，不知要等到猴年马月。子东也修炼太阴神雷，且他也老早便达到第2层次了。不过达到第2层次，他的进步便停滞下来，原因是因为这太阴神雷没有什么用了。这200多年，我在这星辰岛中精心潜修，借着星辰岛上的资源，以及跟星辰岛上那些强者对战切磋，我的实力一直在以惊人的速度在进步着。到现在，我的剑心已经达到第6层次了，而且还是第6层次的顶端。那9天剑阵，我比之前也运用的更加纯熟了，爆发的威能也更强了。如果要说层次的话，我现在对9天剑阵第1重剑阵一剑无痕的掌控，也已经达到圆满了。星河秘术这200多年下来，我也已经练成第15层了，基础力量再次多出3倍了。还有这太阴神雷，现在也已经达到第2层次了，起码比起200多年前来，我的实力比之前不知道提升了多少倍。现在的我各个方面都已经达到最顶端了，短时间之内估计也再难有太大进步了。也就是说，即便再给我几百年或更长的时间，
我的实力怕也无法取得突破进展了。该突破的都突破了，能够提升的，我现在也全部提升到极致了。接下来，也该去那黑塔第3层闯一闯了。看，那不是血风吗？血风？对，是他，那个怪物。听说他一直在疯狂修炼，怎么今日会来到这里？看他走的方向，难不成他是朝黑塔里而去的？他要去闯黑塔？200多年前，他才闯过黑塔第2层，现在又去，难不成是想去闯第3层？这才200多年，他就有把握闯过第3层了。快，把这件事通知其他人。时隔200年，血风再闯黑塔，这可是大事件，快传播开去，让所有人都知道。好，赶紧的。第3层啊，闯过了第3层就可以离开这星辰雾海了，也不知道他能不能闯过去。说不准，这血风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怪物，比子东还要妖孽得多。来到星辰岛不过2年时间，便闯过了第2层，且后来的他进步度依旧惊人无比，到现在还真有可能将第3层给闯过去。不管怎么说，这血风已是我见过的最妖孽的一位永恒境了。如果连他都闯不过这黑塔第3层，那我们是一点希望都没有了。我才刚跟你说，这血风应当用不了多久便可以闯过第3层，没想到他立马就来闯了。先别高兴得太早，他只是去闯而已，但未必就能真的闯过。黑塔第3层考验有多难，你清楚得很。你努力了那么久，距离闯过第3层都有极大的距离。这血风虽然天赋奇高，但毕竟用的时间太短，闯过的几率并不大。那咱们就打赌，我赌血风他肯定能闯过去。血风一定要闯过去啊！挺热闹的嘛。你们都是来看那血风闯第3层的吧？既然如此，那我索性便将血风在第3层空间内闯荡的画面公开吧。最高层次的血天魔，上次跟他交手，他2刀便将我击杀了，但这一次却不同。战吧！好快，太快了！不仅快，而且还那般灵活。这血风的剑阵还真是可怕呀！之前没有那般灵活的时候，我跟他交手还不觉得。可随着他对这门剑阵的掌握提高，剑阵施展起来变得灵活起来之后，他这门剑阵的威力完全达到了一个全新的层次。他的剑阵的确不错，不过光凭这样，可还不足以闯过这第3层。挡住了，竟然挡住了！没有依靠剑阵，他竟然也正面挡住了血天魔的一刀。这分身是分身！血天魔竟被压制住了。这可是第3层的血天魔，黑塔最后的一重依照竟然被压制了。太强了，这血风太强了。他的本尊操控剑阵，分身近身厮杀，竟然都如此可怕。2相结合，血天魔也挡不住。血天魔要败了。这血风，他的实力已经出了永恒境的范畴。我敢肯定，就算他现在碰到一位货真价实的道尊，他也足以正面抗衡。难道这是传说中的第7步吗？要闯过去了吗？也对，他一个天神层次的逆修，本就要以永恒境去看待。
何况他机缘不错，竟拥有极高层次的古神血脉，还拥有一套不俗的剑阵，再加上星辰岛得到的太阴神雷秘术，能够闯过去也很正常。闯过了，血天魔败了，竟然真的闯过了第3层。闯过了。血风，灵印道主，短短210年的时间，便能闯过这黑塔的第3层考验，倒是不错。跟我来吧。这里是星辰湖，是我居住的地方。我留在星辰岛上的仅仅是一尊化身，而你现在所看到的才是我本尊。这样啊。血风，星辰岛上的规矩你也知道一些，应当清楚，只要闯过了黑塔第3层，便有资格离开这星辰雾海。不过你知道的仅仅是其中一部分而已。一部分？闯过黑塔第3层是能够离开星辰雾海，这没错。但还有一点，便是可以成为星辰一脉的弟子。星辰一脉弟子？血风，你仔细听着，星辰雾海是星辰一脉的创始者施展莫大的手段创造的。这星辰雾海存在的目的，便是为星辰一脉挑选合适的弟子。星辰岛上一共有4座黑塔，分别代表4个层次的考验。这4个层次考验里面，其中天神层次、永恒境层次、道尊层次3重考验，挑选的都是普通弟子。你现在所通过的，便是永恒层次考验，自然也能够成为星辰一脉的普通弟子。这是你的弟子令符。星辰岛主，我听你说了那么多关于星辰一脉的事儿，可这星辰一脉到底在哪儿啊？为何我之前在万古界一直不曾听说过？星辰一脉并不在你现在所在的这一界，你不知道也正常。不在这一界，那在哪儿？万古界巨大无垠，并非你想象当中那般简单。你现在所知道的，仅仅是万古界的一星半点而已。等你今后成为了道尊，见识高了，自然会知晓。关于星辰一脉，你现在暂时没必要知道那么多。毕竟你现在实力还弱得可怜，还是等你实力提升上来再说吧。哦，对了，你既然能够闯过星辰岛的考验，成为星辰岛的一脉弟子，那么按照星辰一脉创始者定下的规矩，我会替你挑选3份机缘，然后送你离开。3份机缘？星辰一脉创始者在这星辰雾海内留下的宝物机缘众多，而这些机缘，我会在其中挑选3份对你用得着的。我看你的那重剑阵威能很是不俗，创造那剑阵的人应当在剑道还有阵法一道上都有非常高的钻研才对。是。剑阵是不错，你现在对剑阵的掌握也已经非常熟练，不过很可惜，组成剑阵的那些神兵层次却低了些。你这门剑阵如果都是用一模一样的制式神兵组起来去施展，威能会更强。我这里正好有一套非常适合你的剑类制式神兵，你看看怎么样？好锋利，难道是地神兵？不对，虽然气息不亚于地神兵，但感觉上却跟地神兵完全不同。这柄剑剑长3尺，所以它的名字就叫3尺剑。这3尺剑虽然不是地神兵，却比一般的地神兵更加可怕。它是万古界内一种非常通用的剑类制式神兵。万古界内流传的那些强横的剑阵，有很多都是用这3尺剑施展的。在市面上，单这一柄3尺剑，便价值10亿神晶。10亿神晶？我之前看你的剑阵是用36柄制式神兵组合在一起形成的，所以我给你的第1份机缘，便是一套36柄3尺剑，如何？360亿？怎么，不满意吗？
林荫道主，是这样的，我修炼的那剑阵，到现在到手的一共有3重，这3重剑阵，每一重都需要不同数量的神兵去施展。第1重剑阵需要36柄神兵，第2重剑阵需要72柄，第3重剑阵则需要108柄神兵。而现在的我，第1重剑阵的掌握已经达到圆满了，只等我破开星辰雾海，到达永恒境，就有了足够的灵力支持，我就可以去尝试钻研第2重剑阵。到时候所需要的神兵便是72柄。你也知道，这剑阵用一模一样的制式神兵施展，威能才能彻底爆发。所以你只给我36柄3尺剑的话，等我掌握第2重剑阵以后，我就用不上了。原来如此。更多的3尺剑我手头的确也有，不过36柄3尺剑价值便已经达到360亿神晶，若是72柄，放心，3尺剑虽然价值不凡，但在星辰一脉创始者留在这星辰岛的众多机缘宝物当中，却根本不算什么。既然对你有用，那给你便是了。你不是说那第3重剑阵需要108柄制式神兵吗？那我便给你108柄3尺剑。1柄就价值10亿，威能过一般地神兵的3尺剑，足足108柄。有了这3尺剑，接下来施展9天剑阵第2重、第3重，就不需要担心神兵了。接下来是给你挑选第2份机缘。雪峰，你如今已经是天神，且离开星辰雾海后，用不了多久，你应当便可以突破达到永恒境。突破永恒境对你来说一点难度都没有，但想要突破达到道尊，就不是那般简单的了。我这里有几枚菩提子，你可以拿去。菩提子？这菩提子可是非常难得的宝物，这里面一共有5枚菩提子，你每隔1000年吞服1枚，我包你万年内必成道尊。万年内必成道尊？当然，这菩提子的用处非常广泛，直接这样吞服会显得有些浪费。如果可以的话，你可以去找人去将这5枚菩提子分别炼制成菩提丹。若是炼制成了，1枚菩提丹便足以让一名永恒境在短时间内突破成道尊了。菩提丹这么厉害？这5枚菩提子是给你的第2份机缘，可以确保你今后能够成为道尊。至于你是否能够将其炼成菩提丹，那就看你自己的了。林荫道主，依靠菩提子突破的道尊跟正常的道尊会不会有什么区别？区别也有一些。菩提子或菩提丹的功效是让你在最短的时间内开辟出一条属于自己的道来，从而达到道尊的最低要求。不过自己开辟出来的道也是有强弱之分，开辟的道越强，他成为道尊后实力自然也越强；开辟的道越弱，突破达到道尊后的实力肯定也更弱。而借助菩提子或是菩提丹开辟的道，一般都是那种最弱的道。这样啊，仅仅只是开辟出最弱的道。我将菩提子交给你，也是给你一个保障。若是你以后所走的路不顺畅的话，最起码你也可以凭借着菩提子突破成为道尊，也能够成为一方强者。可如果你自己走的路无比顺畅的话，你可以不用这菩提子。明白了。好了，前2份机缘我都已经给你了，而接下来我给你挑选的这第3份机缘最为特殊。第3份机缘价值无量，远比第1份机缘和第2份机缘加起来还要贵重无数倍。其最重要的是，这第3份机缘是最适合你的，对你有莫大的作用，甚至可以称得上是你的一场莫大造化。大造化？不过有一点，这场造化我只能给你一个机会，但能否真正得到，得看你自己的能耐了。仅仅只是一个机会吗？跟我来。到了。国王，上次我跟你说过的那个小家伙，现在我将他带来了。就是他吗？天神？哼，
区一个天神，也配得到主人留下的东西？国王，这小家伙虽然只是天神，却是一位逆修。他来到我星辰岛不过200余年的时间，便闯过了星辰岛永恒境层次的3层考验。这份能耐，在这个天地间可没有多少人能够具备。更何况，你家主人留下的东西，跟境界高低并没有太大干系吧？话是如此，但一个天神，终归还是太弱了些。我主人留下的东西，他绝不可能得到的。还是让他过段时间，等他突破到道尊了，再来吧。不试试你怎么会知道这小家伙现在就得不到？小子，你叫什么名字？晚辈血风。吾主人的确有留下一至宝在此，但想要得到那至宝，却不是那般简单的。你一个天神，几乎没有什么成功的希望。若是强行去尝试，虽然不至于直接身死，可一不小心却会遭受重创，需要极长的时间才能够恢复过来。现在，我再问你，要不要去尝试一次？当然要尝试了。那好，吾便成全你。要开始了吗？雪峰，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你可得睁大眼睛，仔细看好了。怎么回事？这是？怎么可能呢？这真的是刚才那座岛屿吗？他是古神一族。吾名古王，吾乃于古神一族半生的千族望月。我的主人乃古神一族8星王族古神洛真王。8星王族古神？血风，你身上拥有古神一族的血脉，且血脉纯度极高，甚至带着一部分王族血脉，加上你自身天赋又了得，能够闯过星辰岛的3重考验，成为星辰一脉的弟子。所以吾给你一次得到主人那件至宝的机会。那位8星王族古神留下的至宝，便是这滴精血了。血风，你现在所看到的，是主人临死前施展莫大手段凝聚而出的传承精血。这滴精血，关乎着主人血脉还有力量的传承。但凡古神一族族人，若是能够将这滴精血炼化，然后慢慢去吸收精血当中的能量，无尽岁月后，他必然能成为王族古神。至于力量上，虽然不能完全继承主人的力量8星古神之力，但最起码也能够达到5星乃至6星的层次。且这种力量对其本身也不会有任何的束缚，将主人精血完全吸收掉后，他依然可以靠自己的能耐去不断提升着实力。当然，实现这一切的前提是得有人能够将这滴精血炼化才行。传承精血？国王前辈，不知如何才能够炼化这滴精血？你直接走上去炼化便是了。
不过在炼化途中，你却会受到巨大阻碍。这阻碍是什么？你自己去尝试便明白了。记住，你只有一次炼化的机会，若是失败，那便老老实实离开。明白了，这是意识攻击，这便是炼化过程中受到的阻碍吗？成功了！怎么可能？主人精血当中蕴含的意识冲击无比强横，可这小子竟然轻易挡住了那意识冲击，这不可能的。哼！薛峰，我问你，你之前是不是修炼过那种可以提升自身意识的秘术？提升意识的秘术？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主人精血当中蕴含的意识冲击，虽说是因人而异，境界越高，那意识冲击也就越强。可你毕竟是一位天神层次的逆修，相当于正常的永恒境，那你受到的意识冲击也应当无比强横，即便是一位货真价实的道尊，也未必能够挡住。可你不仅挡住了，而且抵挡的是那般的轻松肆意，那意识冲击对你似乎一点影响都没有。能够做到这一点，你的意识绝对异常强横，甚至过了绝大多数道尊。一个天神若没有修炼那种秘术，意识强度怎么可能会强成这样？你肯定是修炼过这等秘术的，好好想想。万道经，莫非万道经改变的并非是我的灵魂气息，而是我的意识？古王前辈，我曾经倒是的的确确练过一门比较特殊的秘术，但那门秘术的功效到底是什么，我也并不清楚。我只知道那门秘术非同一般。那肯定就是了。你一个天神才活了多久？即便经历过大风大雨大量的历练，意识也不能强到这种程度，必然是修炼了那等提升意识的秘术。而那等可以提升意识强度的秘术，在这天地间都异常罕见，当然不凡。是这样啊。好了，不管怎么说，你已经炼化了主人的精血，从今天开始，你便是我家主人的传承者。薛峰，将你的古神精血给我一滴。古神精血？小子，你准备好了？薛峰，古王前辈，你这是……从今以后，你便是我的新主人，没必要再叫我前辈了，就叫我古王吧。新主人？这是怎么回事？我之前跟你说过，我是千族望月，望月是我所在族群的名字。我所在的族群被称之为望月一族，而望月则被人类修炼者称之为望月重寿。望月伴随古神而生，只有依靠古神之血才能够存活成长。你可以将望月理解为古神的寄生兽。总之，望月一族从诞生起便侍奉古神一族为主，对古神而言，望月也是他们朝夕相处最重要的伙伴。
我从出生开始，便跟随在主人洛真王身边，依靠着主人的鲜血存活着。主人实力不断提升，我也跟着不断成长起来。主人一步步成为顶尖的8星古神，而我自然也成长到了巅峰时期的千族望月。可后来主人遭遇危机，直接陨落，我带着他的传承精血逃了出来，替他找寻合适的传承者。可因为没有了古神依附的关系，我根本没法存活多久，所以我只能来到这星辰雾海。星辰雾海是星辰一脉创始者留下来的，借助他在这里留下的莫大手段，我可以勉强存活着，且这种存活也只能化为岛屿的状态，轻易不能动弹。一旦动弹，哪怕只是动弹丝毫，我的寿命都会再次削弱。我在这里等了无比漫长的岁月，总算等到了你这样一位拥有古神血脉的人，可你仅仅只是一个天神。区区一个天神，我之前根本没认为你可以炼化主人的精血，而主人精血在我肚中，即便给你一次去尝试炼化的机会，我都得有大动作，这对我的寿命有巨大损耗，所以我之前想要劝你放弃，可没想到你一时这般强横，竟然成功了。主人的传承精血被你炼化，你便是主人的传承者。主人交给我的使命我也完成了，接下来我就得找到一尊全新的古神，依靠他的古神之血生存下去才行。而你这位主人的传承者自然是当仁不让的，所以从今天开始，你便是我的新主人，我会寄生在你体内，依靠你的古神之血生存。这样啊。血风，恭喜你了。我之前带你来这儿，只是因为你身上有着古神血脉而已，所以才让你来尝试下。可没想到，你竟然真的可以得到那位留下的至宝。这份机缘……好了，3份机缘我都已经给你，接下来你可以离开这星辰雾海了。灵音岛主，我在这星辰岛上还有1、2位好友，不知我能否……我知道你要说什么，很抱歉，这星辰雾海的规矩是星辰一脉那位创始者定下的，即便是我也没法更改。所以星辰岛上的人想要离开这里，就必须闯过黑塔的3层考验，成为星辰一脉的弟子。若是达不到这个要求，那就只能永远被困在星辰岛上了。当然，你若是真想带他们离开，也不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只是那个办法对你来说有点难度。你说的是第4座黑塔？关于第4座黑塔，星辰岛上流传的讯息并没有错。那座黑塔是星辰岛上的终极考验。我之前也跟你说过，通过前3座黑塔考验的人可以成为星辰一脉的普通弟子，但仅仅是普通弟子而已。可第4座黑塔，星辰一脉创始者定下规矩，但凡能够闯过星辰岛第4座黑塔考验的人，便可以成为星辰宫弟子，入住星辰宫。与此同时，他也可以掌控整个星辰雾海。星辰雾海内部一切皆由其掌控，星辰岛自然也是如此。你今后若是能闯过第4座黑塔，成为入住星辰宫的弟子，那星辰岛上的人是去是留，都在你的一念之间。我明白了，那第4座黑塔是针对什么层次的考验？这个嘛，门槛肯定极高，起码你现在距离这门槛还是差得远。所以你还是老老实实好好去修炼，等将来实力提升上来了，
在你体内的蛊王自然会告诉你的。还差得远吗？不管怎么说，起码我有一丝希望将他们几个带出去。还有一事儿，200多年前，与我一同前来这星辰雾海的一共有4个人，其中的水镜当初是死在我面前的，而玲珑则是跟我接连漂泊到星辰岛上。可还有一人，那酒醉，不知灵音岛主，你可知道他的下落？当初跟你来的人啊？我只掌管星辰岛，雾海里边的情形却并不归我控制，所以我不清楚当初跟你一同来的那个叫酒醉的人现在的下落。不过这都过去200多年了，他既然没有漂泊到星辰岛，那8成是已经死了。死了吗？你还有什么要问的吗？没有什么要问的。不过在离开星辰雾海之前，我还想再回星辰岛一趟，那里我还有些事情要去做，不知是否可以？这个倒是可以。不过到了星辰岛上，包括离开星辰雾海到了外界，你不管见到谁，都不得向他们透露关于星辰一脉以及星辰岛内的任何信息。我会在你的体内布置一重禁制，一旦违背，禁制会立即触发，除非有比我更强的存在出手，否则你只有死路一条。又是禁制。好了，去吧。雪峰，恭喜你了。对了，你既然闯过了黑塔第3层，那你便可以离开这星辰雾海了吧？是可以离开，却也只有我一个人。我问过灵音岛主了，是否可以带你们几个一起离开，可灵音岛主说不能。真羡慕你啊！我们几个里边，你的天赋最高，其次便是子东，好歹也闯过了第2层，今后或许也有机会离开。可我跟玲珑，估计得永远被困在这里了。不至于永远困在这儿，我问过灵音岛主了，只要有谁能够通过第4座黑塔的考验，便可以掌握这星辰雾海，到时候你们便有机会离开了。我离开星辰雾海后，会尽快去提升自己的实力的。如果可以的话，我会再来到这儿，闯过那第4座黑塔，带你们离开。这句话我喜欢。雪峰，就看你的了。我相信你。子东，千羽跟玲珑实力比较弱，今后的星辰岛就劳烦你多照应一二了。没问题。3位，保重了。孔明道尊，血峰特来拜见。进来吧。雪峰，你已经闯过了黑塔的第3层考验，不出意外，马上就可以离开这星辰岛了。前来找我做什么？我到此自然是有事相求。何事？实不相瞒，我这次之所以会前来这星辰雾海，目的只有一个：阴阳龙凤果。孔明道尊，我知道你手中有一枚阴阳龙凤果，5万年前你被人追杀无奈之下逃入星辰雾海时，那阴阳龙凤果还依然在你手里。我希望孔明道尊你能够帮我这个忙，我血峰必将记住你这一个人情。记住你这一人情？血峰，你当我是蠢货不成？我被困在这星辰岛，几乎没有什么离开的机会，要你这人情又有何用？况且那阴阳龙凤果不仅无比珍贵，也对我来说有莫大的意义。当初我便是因为那阴阳龙凤果才遭人追杀，逃入星辰雾海的。5万年前，我宁可逃入星辰雾海，也不愿将这阴阳龙凤果交出去。而现在，单凭你那份根本没有任何用处的人情，就想从我手里换取阴阳龙凤果，你未免太天真了。孔明道尊，你现在被困在这星辰岛上，那阴阳龙凤果对你而言一点用处也没有，可它对我而言却有着无比巨大的作用。更何况我的人情对你来说也绝对不是一点用也没有的。灵音岛主说了，只要有人能够闯过第4座黑塔的考验，便可以掌控星辰雾海，到时候你们的生死便在这人的一念之间。而这第4座黑塔，只要我有能力，我绝对会尽最大努力去闯的。第4座黑塔，
那第4座黑塔，即便是道尊也没有资格去闯，就凭你，也有把握闯过？没把握。第4座黑塔对现在的我而言，的确遥不可及。我对闯过这座黑塔的考验也没有丝毫把握。可不管怎么说，我最起码还有闯过去的可能的。尽管那次可能微乎其微，但毕竟是一丝希望。用一枚对现在的你来说已经没有任何用处的阴阳龙凤果，博取离开这座星辰岛唯一的一丝希望。我相信孔明道尊，你会做出对的选择来。其实我很早便开始留意你了。在你一来星辰岛且闯过黑塔第1层考验的时候，我便注意到了你。你的天赋的确不可思议。星辰岛存在那么多年，能够活着离开这里的一共就只有2个人，一个是你，另一个是400年前的星王。能够活着离开星辰雾海，你们2个都是真正的妖孽，且论天赋，你比那星王更强。比星王更强？400万年前的星王，他虽然闯过了星辰岛上的考验，可他用的时间却非常的漫长，接近100万年。而你从来到星辰岛到离开，仅仅只用了200余年罢了。一个用了接近100万年岁月，一个只用了200余年，2人天赋孰强孰弱，显而易见。而像你这样的顶尖天才，只要中途不陨落，将来的成就必然非同凡响。所以我相信你刚刚所说的话。那第4座黑塔的考验至今无人能够触及，但你的确有一丝机会。那阴阳龙凤果我可以给你，但我有一个条件。什么条件？我给你10万年时间，10万年内你必须再次来到这星辰岛，去闯那第4座黑塔的考验。你若是闯不过，我不会怪你。可若是10万年时间，你若是连去闯第4座黑塔的资格都没有，那就别怪我心狠手辣了。我知道你在这星辰岛上有几个朋友的，我奈何不了你，可我却能够奈何得了他们。10万年时间，我若是在你身上还看不到一点闯过第4层黑塔的希望，那我便会想尽办法去折磨你的几位朋友。10万年，我答应你，10万年之内不会再次来到星辰岛的。若是到时候我连闯过第4层黑塔的资格都没有的话，我自会还你一些比阴阳龙凤果珍贵10倍的宝物作为赔偿的。不过在我这10万年时间里，我希望我几位朋友能够相安无事，不会有丝毫损害。可以，这便是你要的阴阳龙凤果了。这便是阴阳龙凤果吗？既然已经有了约定，那我便不再打扰了。灵印道主，我准备离开了。这空间虫洞连接着星辰雾海之外，是离开星辰雾海的唯一通道，且这虫洞也只有我可以开启。这空间虫洞会将你随机送到星辰雾海附近的一处疆域。去吧。终于出来了吗？我在这星辰雾海当中待了足足200多年的时间，可真够久的呀。雪峰，国王，你既然已经认我为主了，那我也不妨告诉你，我的名字并不叫雪峰，而是叫剑无双。剑无双，你是逆修，且还仅仅只是天神层次，太弱了。你现在已经离开了星辰雾海，当务之急是要立即去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去闭关，突破达到永恒境，然后再慢慢去吸收主人那滴精血的力量。如此一来，10万年来你的整体实力必然会达到一个全新的层次。闭关？先不急，我现在还有些事要处理，
等处理完了，我再好好闭关不迟。我刚被送出星辰雾海，也不知现在所在的地方是哪里，看来得先找个人问问路。古王，望月一族都有哪些能力？望月一族最强的是修复能力。望月的修复能力在这天地间众多种族，包括那些特殊血脉种族以及一些异兽族群当中，都足以排进前3。这种恢复能力不仅仅是恢复肉身所受到的伤势，甚至还可以恢复意识乃至灵魂所受到的创伤。最重要的是，还可以极大程度地加快灵力的恢复。且望月的实力越强，层次越高，这种恢复能力也越强。还能加快恢复速度？除了恢复能力之外，望月一族也有战斗能力，只是这种战斗能力不算太强。当然，如果望月能够不断成长下去，蜕变成为千族望月，且达到巅峰时期，那他便能够觉醒蕴藏在血脉当中的一些秘术，配合古神一同施展，会极其强横。巅峰时期的千族望月，你不就是吗？古王，你应当觉醒了这些秘术吧？是觉醒了。我虽然觉醒了这些秘术，但现在却根本没法施展。没法施展？为什么呀？剑无双，我之前便跟你说过，望月是依附在古神身上的，望月的能力很大程度上都是取决于他的主人的。像我的确是成长到了巅峰时期的千族望月，如果我之前的主人还在，我依附在他身边，那我便可以爆发出巅峰时期实力，不管是恢复能力还是战斗能力都非常强横。不过当我认你为主，选择依附在你身上之后，因为你的关系，我的能力也会大幅度削弱。毕竟你仅仅只是一尊1星古神，区1星古神在古神当中是最垫底的存在，我依附于你，能力自然也被削弱到了谷底。先不恢复能力了，就战斗能力方面，现在的我顶多只能勉强去跟人类最弱的那种道尊抗衡1、2，碰到稍微强上一些的，我便敌不过。这还是因为我曾经跟老主人闯过那么多大风大浪，且觉醒了那些厮杀秘术的关系，不然即便是永恒境当中的一些顶尖存在，我都未必是对手。是这样，也不错，最起码也是一位道尊实力的帮手，而且古王的恢复能力对我也是一大助力。哎，对了，古王，你之前那位主人的精血现在便在我的体内，我该如何去吸收啊？很简单，花费大量时间，慢慢去吸收转化精血当中的力量便是了。只有这一种途径吗？难道就不能够加快速度，比如我一次性直接把它全部吸收了？呵呵，你若是嫌自己命长，可以选择去这么做。剑无双，你别忘了，你仅仅只是一个1星古神，就算今后突破了，也只是2星古神层次，而主人留下的传承精血蕴含的能量何等恐怖！你想要一口气强行吸收，我告诉你，你若是这样做了，先不管你能否在这股能量的反噬下存活下来，就光是那么庞大的一股能量，也不可能全部被你吸收，其中有99%会被你直接浪费掉，这就等于白白糟蹋了主人辛辛苦苦的这滴精血。你若是敢这样做了，
我第一个饶不了你。主人留下的这传承精血，你若是肯花费漫长岁月去不断吸收，以你的天赋，我可以担保，100万年内你必然可以成为顶尖强者。或许达不到主人生前那等之高层次，但成为一方霸主却是绰绰有余了。至于一次性强行吞噬吸收那滴精血的力量，那是蠢货才会去做的事情。当然，有一种情况是可以一次性强行吞噬的。什么情况？必须舍弃一切，才有可能博得一线生机的必死之举。有人？快点走！哼，给我快点！父亲，威尔，萧炎，哥哥一定会让你活下来，一定。哥哥，我们会死吗？他们是血衣教啊，听说但凡是被血衣教抓走的人，10个里面都未必能够活下来1个的。萧炎，你放心，哥哥一定会保护你的。什么人胆敢挡我血衣教的路？血衣教似乎是在做一些见不得人的勾当，不过这些人却敢如此的明目张胆，甚至还直接报出了自己所在的势力来。看来那血衣教应当也是颇为强横才对。找你们问个路，希望你们可以如实回答。问路？哼，在这片疆域敢找我血衣教问路的人，你还是第一个，胆量真是不小。看样子年纪似乎也不大，但既然已经到达了永恒境层次，想来也是个天才。既然如此，那便一起抓回去。兄弟们，上！大人，有什么问题尽管问，我一定知无不言。我问你，这里是哪片疆域？这里是八蛇域。八蛇域，我从八蛇域出发，如果光靠自己的脚力的话，想要赶到东土大唐没个上百年时间根本不可能。看来只能去虚空神殿借助空间虫洞。你可知这八蛇域附近哪有虚空神殿的分殿？虚空神殿？什么虚空神殿？你不知道？大人，我的确不知道虚空神殿是什么。不过我家教主见多识广，连八蛇域的2位道尊大人他都有交情，他肯定是知道的。你家教主？你跟我走一趟吧。至于你们从哪儿来了就回哪儿去吧，今后小心一点，可别再被抓到。死了，哥哥，这些血衣教的恶魔都死了。是，他们都死了。是刚刚那人，是内有大人将那些恶魔给杀死了，举手间便将这些血衣教的恶魔全部杀死，那才是真正的顶尖。而且看他的样子，似乎还要找那血衣教教主的麻烦。血衣教教主？那魔头？希望那位大人真的能够将那魔头给杀死。萧逸，走，我们赶紧走。大人，到了。这便是血衣教的老巢，还有护宗大阵。不过可惜，这护宗大阵也就只能拦住一些一般的永恒境罢了。3个月后便会进行下一次的血色洗礼，需要的东西可都准备好了，还有那些小家伙们都如何了？有人闯进来了。你便是血衣教的教主吗？你是谁？我是谁，你们就没必要知道了。我到这儿来只是想问一件事而已，也顺便将这里清扫。找死！杀了他！虚空神殿的分殿所在，竟然距离这血衣教并没有多远。剑无双，那血衣教跟你并没有任何仇怨，
且那位血衣教教主也老老实实回答了你的问题，你为何还要将他杀死，甚至把这血衣教给覆灭了？